提到歷史研究咧，有啲朋友可能想像到係一種好沉悶刻板嘅工作，甚至聯想到咧歷史學者咧埋首於書本文獻裏邊工作嘅情況。但係其實近年好多新興嘅學者咧，開始利用數碼技術去整理同分析資料，甚至利用呢個平台咧去接觸大眾。今日要訪問嘅鄺志文博士，正正係其中嘅表表者。今日好高興有機會同你傾下偈。我諗大眾對你嘅認識咧，就會從你嘅所謂香港淪陷嗰段歷史開始嘅。但係你個人幾時開始對呢類軍事史啊、戰爭史產生興趣咧？好細個嗰陣咧，我已經對打仗咧有興趣，因為以前有樣嘢叫明珠930，係啊，咁啊9點半會播戰爭片，咁啊飛機、大炮、坦克咁樣，咁啊睇熟嗰啲機械，咁我就從中意嗰啲機械開始。咁但係本身其實我係做東亞嘅軍事歷史嘅，係啦，主要係做東亞軍事歷史，即係近代啦嚇，19世紀到20世紀。咁但係其實冇乜點做香港，係後來識咗蔡耀倫佢哋，咁先知道原來香港戰役有好多檔案嘅，咁就開始揾原來日本嗰邊又有好多檔案嘅，原來有好多資料可以真係好仔細咁睇，跟住又睇到話原來即係以前寫嘅人可能就冇乜點留意太多可能日文嘅檔案咁樣，咁慢慢由頭做。但係其實去到而家我都仲做緊亞洲嘅軍事史，即係譬如可能我會出關於即係民國時期嘅一啲軍事問題嘅論文又或者書咁樣，其實都有。咁但係即係香港嘅歷史軍事方面咧，就變咗我其中一個研究嘅角度咯。咁上年就出咗本書，有系統地嘗試就再處理個港人在英軍嘅一個故仔，咁就由1860年代即係第二次鴉片戰爭一路去到1997咁樣嘅一個即係比較完整啲嘅故事。用軍事史嚟形容呢本書咧，可能都唔係好準確，因為你裏邊講嘅故事咧，其實正正反映咗喺殖民管治之下咧，華洋社群之間嘅互動裏邊嘅各種機會同埋限制。似乎係一本即係社會史更加多呢個講法，其實準唔準確咧？即係我係軍事係個背景嚟嘅啫，今次即係我想處理嘅係即係嗰班本地人啦香港人，佢哋喺英軍入邊咩族裔都有嘅其實，咁佢哋喺唔同背景有族群同社會背景又或者階級之間都有分別嘅，咁呢班人其實佢哋喺裡面其實個經歷會好唔同。即係譬如舉個例咁樣，防衛軍裏邊，即係嗰班志願軍人裏邊，佢有一相當數量其實可能係啲有錢啲嘅，香港大學咁樣嘅。然後嗰班全職軍人裏邊，其實絕大部分其實都係來自工人階級或者係新界農民嚟，兩個都係華人，但係一個可能係有錢啲嘅，一個可能係工人階級嘅華人，佢哋都係英軍入邊嘅。咁但係佢哋嘅遭遇，甚至乎佢哋遇到嘅待遇都會好唔同。咁所以我就想話用呢個機會就用英軍裏邊嘅香港人啦，做一個例子。就係講裏邊其實有好多唔同嘅歷史經驗。從我喺嗰班軍人嘅經歷度睇到就係，即係香港歷史近代啦嚇，近代香港史裏邊，即係我哋好多時會假設就係族群係最重要嘅，族群嘅分野係最重要嘅。喺我嗰個研究對象嗰班人嘅經歷嚟講咧，呢個似乎未必，階級可能仲重要。就喺1949年之後，英國都話，而家開始面對一個好唔同嘅中國，一個相對穩定嘅中國，同埋都係一個相對強大嘅中國。呢個中國因素咧，有冇影響到即係英國喺發展香港嘅華籍英兵嘅力量嘅時候嘅策略上面有啲嘅顧慮啊、影響啊？喺一本書裏邊一開始講嗰陣咧，就1860年代其實初招募本地人，即係主要華人啦，去到參加英軍嘅時候咧，其實已經討論過就係話佢哋會唔會受到可能當時嘅清政府會唔會威脅佢哋啲家人諸如此類，佢哋信唔信得過？譬如舉個例，我哋睇到其實60、70年代防衛委員會其實係有傾過佢哋嗰個 special branch 咧，其實佢係有去背景審查嗰班華籍英兵同埋防衛軍嘅。咁佢哋揾到有可疑嗰啲，佢隔走佢，即係好肯定就係呢個係一個大問題嚟嘅喺佢哋眼中。
所以嗰個所謂嘅逐漸平等同埋嗰個升遷嗰樣嘢咧，其實有個玻璃天花板。我哋訪問啲老兵嘅時候，其實間中佢哋都會有明示暗示。公眾可能對308個月好有興趣嘅，睇呢本書嘅時候，但係有冇喺呢個研究裏邊咧，或者呢本書裏邊咧，你有冇點出一啲其實普遍坊間對3年08個月呢段歷史咧最大嘅認知上嘅謬誤係咩咧？到底有幾多本地人參與嗰場戰鬥啦？即係喺日軍入侵香港嗰18日，咁所以我哋而家數暫時差唔多有成接近2000人係本地人，咁華洋都有啦嚇。咁而家就睇翻就係佢哋每個有名嘅，我哋後來有啲係揾到，有啲係有後人嘅，有啲係有相嘅，咁個個就開始有名有姓。咁我哋亦都知道嗰啲人嘅遭遇，有幾個係陣亡。係一個30年代入 HSBC 嘅華人員工，着晒西裝。佢後來知道原來佢屋企都幾有錢嘅其中一個。咁啊有香港地址，都住中上環嗰啲咁樣。咁但係喂好不幸啊，因為日軍即係登陸香港島嘅時候咧，其中一個最早攻陷嘅地方就係高射炮，嗰個高射炮西灣高射炮台。咁佢就喺裏邊俾人俘虜咗之後，俾日軍殺咗。其實你都有另外一種嘅表達方式，就係你近年好積極用一種而家其實大行其道啦，所謂數碼歷史嘅方式，即係譬如你呢個香港戰役嘅空間歷史計劃，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下實際係一回咩嘅事咧？空間史作為一個史學方法，佢有自己嘅價值。我一開始係諗住一個錢入口嘅 output，但係實際上我做緊嘅嘢其實係我加深緊我自己對呢件事嘅認識。即係譬如可能啲人討論香港戰役嘅時候，成日講個黃泥涌峽嘅戰鬥咁樣。咁但係其實唔同背景嘅人點樣經歷呢場仗可以好唔同。譬如呢位華工程兵，咁佢又參與黃泥涌峽嘅戰鬥，咁佢有描述佢當時有幾驚啊，諸如此類。咁但係另一邊其實有啲英軍嘅炮兵可能係被殺嘅。仲有一樣嘢就係嗰啲南亞嘅官兵啦，即係好多時就係忽略咗啊嘛。咁我哋真係空間史排晒佢哋出嚟嘅時候，就知道啊原來佢哋喺某啲位好關鍵。其實好多時以前啲討論就係我討論香港戰役，咁好多時集中講加拿大人可能講英軍，咁但係有啲族群其實好似冇出現過，咁但係其實佢哋相當數量喺度，譬如印軍即係南亞嘅官兵其實差唔多有一半係。咁香港嘅本地人咧主要係華人啦，咁其實就散咗喺好多唔同部隊嗰度參戰，所以即係呢一種 project 我自己覺得重要嘅地方就係將佢哋擺翻喺嗰個空間度一齊討論。咁另外就係啲平民啦，譬如舉個例咁樣跑馬地一帶，香港戰役其實去到最後階段好激烈，咁其實有好多名人啊係trap 咗喺個前線嗰度，陳君寶係住得非常之接近前線。咁佢哋每一日佢對嗰個情況嘅描述，同埋我哋個空間史鋪排出嚟嗰個戰鬥過程係 match 嘅。佢講幾多號啲炮聲漸近，佢講幾多號啲日軍開始嚟，講佢哋有幾驚。咁然後我哋就睇住，其實啲日軍就真係越嚟越近。日軍佔領咗香港之後，其實點樣控制啲人口嘅咧？因為佢一方面趕啲人走，但係另一方面又嘗試綁住啲工人喺市區。咁到底點樣綁住佢咧？咁其實原來係靠嗰啲米埔啊、地區登記啊。咁嗰啲嘢嘅分佈又點樣咧？咁我哋發現原來就係華人嘅居住區同日本人嘅居住區係分隔咁樣。咁日本海陸軍又各自霸自己嘅地盤啊咁樣。咁好多呢啲咁嘅討論，其實你文字處理檔案嘅時候咧，其實你好容易捉唔住，真係攤晒出嚟。真係視像化 visualize 咗佢之後咧，就比較容易啲理解咯。今日嘅訪問最大嘅啟示咧，就係話俾我哋知，歷史知識嘅創造，除咗靠學者嘅努力同埋智慧之外咧，亦都要靠大家不停去探討新嘅研究方法。我哋期待鄺志文同其他新進學者繼續為香港歷史研究開拓新嘅領域。